我免费帮村里打赢了一场土地纠纷官司，为每家保住了30万的征地款。庆功宴上，村长却递来一张账单。微微，你在村里住了2个月，吃住都是大家凑的，你是不是该把这2个月的食宿费结一下？我们也不多算，就2万块钱吧。村民们跟着起哄。对啊，微微，你都是大律师了，不能让村里为你倒贴钱吧？我一句话没说，当着所有人的面，我赚了2万块钱给村长。半年后，发放征地款的流程出了问题，需要补充大量证明材料。村长又乐呵呵地找到了我。微微，你再帮大家跑一趟，把材料弄一下呗。我从公文包里拿出委托合同、诏书。我现在是金牌律师了，我的咨询费1小时5000，这件事的代理费是30万。先签合同，后办事。法锤落下的那一刻，旁听席上的村民爆发出欢呼。我摘下律师徽章，走出法院。村长赵德福带着几十个村民直接把我举了起来。微微是我们村的英雄，每家30万，1分没少。庆功宴在村委会大院里摆了10几桌，从中午吃到天黑。我被灌了太多酒，胃里一阵恶心。助理小周扶着我，脸色发白。微微姐，你不能再喝了，你酒精过敏。我摆摆手，推开酒杯，能帮村里拿回这笔钱，我很高兴。这2个月，我吃住在村委会的办公室，啃干面包，熬夜看卷宗。律所的同事都说我疯了，接这种不赚钱还倒贴钱的案子。酒过3巡，村长赵德福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在我面前展开，是一张手写的账单。微微啊，这2个月你辛苦了，大家心里都有数。他用指关节敲了敲桌子，指着账单上的条目。你在村委会住了60天，每天的住宿费算你100，饭钱1天算200。还有啊，你打印那些文件用了村委会3包 A4 纸，电费、网费我们给你凑了个整，2万块，你看是不是结一下？我助理小周站起来，一把夺过那张纸。赵村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微微姐为帮你们打官司，自己律所的案子都推了，里外里亏了10几万，我们自己开车，自己加油，连打印机都是从市里带过来的，什么时候用你们村里的东西了？再说了，微微姐吃住都是在办公室解决的，啃了2个月面包，你们谁送过一顿热饭？院子里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村长的堂叔赵德贵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嘿，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呢？我们村的店不是钱，她住着我们的地盘，用着我们的店，难道不该给钱？就是亲兄弟明算账，他现在是大律师了，挣大钱了，还能差这点小钱？不能让村里为他倒贴钱吧？吃了我们村的，用了我们村的，就该给钱。赵德福把手机收款码递到我面前，脸上还挂着笑。微微，大家都是实在亲戚，你别跟他们计较，这2万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我抬起眼皮，扫过眼前一张张脸。微微啊，婶知道你出息了，可我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这征地款是我儿子的救命钱啊。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张婶，你儿子不是在城里开着2家连锁网吧吗？上个月我还在朋友圈看到他提了辆新的宝马，怎么就需要救命了？张婶的表情僵在脸上，眼神开始闪躲。堂叔赵德贵立刻站出来解围。他说的是网吧要交电费，现在生意不好做，你个女娃子懂什么？我嘴角微扬，视线转向他，堂叔，你说的对，我不懂生意，但这案子我懂。开发商最初的补偿方案是每家15万，是我一次次谈判，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抠，才把价格抬到30万。你们多拿的这15万，难道不是钱？我为准备庭审材料，在市档案馆住了3天，吃住自费，花了5000多。我跟你们要过1分钱吗？小周把一沓票据摔在桌子上。这是我们这2个月所有的开销，交通费、住宿费、材料费等等，加起来一共9万7千多。我们微微姐说乡里乡亲的就不算了，你们倒好，反过来跟我们要2万块的食宿费。村民们看着那堆票据，没人说话了，一些人悄悄往后退。一码归一码，你爸妈死得早，你个扫把星克死他们，是谁给你口饭吃？要不是全村人东拼西凑，你连高中都上不了，现在出息了就忘了本了。就是没良心的白眼狼，当初就不该让他去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我深吸一口气，堂叔，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去过你家吃饭，可我也记得每次都是等你家那条大黑狗吃完了，你才让我上桌吃它吃剩的骨头。还有学费的事，你们是凑了钱，可那是在我爸妈出车祸去世后，你们逼着我一个孤女，用他们留下的老宅子做抵押，签了5分利的借据。那张借据上按着我带血的手印，白纸黑字，村委会的档案室里现在还存着档。小周气得浑身发抖，他举起手机翻出里面的转账记录。微微姐大学毕业后，第1个月工资就用来还钱，连本带利还了你们5000，后来每年还给村里老人活动中心捐1万块，连续捐了5年，这些你们怎么不说了？人群里彻底没了声音，堂叔赵德贵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就在这时，村长的儿子赵雷挤了进来。我说苏薇，你现在是大律师了，跟乡亲们算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有意思吗？当初他们帮你是情分，现在你回报村里不是本分。再说了，是你自己在村民大会上承诺要免费帮大家打这场官司的，现在想反悔。他身后的几个年轻人立刻点头附和。赵雷走上前，拿起那张账单，又往我面前推了推。2万块钱。
对你来说也就是少买一个包的事，但对村里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开销。你总不能让乡亲们为你垫钱吧？大律师赖账不给钱啊！家人们，点点关注，我们今天就来个现场直播。今天你要是不给钱，我们就把视频发到你律所的客户群里去。堂叔赵德贵也反应过来，一把推开小周，眼神一横，今天不把钱结了，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个门。整个院子的人都围了上来，伸着手。一个叫李明的男实习生挡在我面前，推开一个试图拉扯我的村民。你们干什么？还有王法吗？薇薇姐为了你们的案子，阑尾炎发作都忍着，开完庭直接送去急救了。你们谁去看过她一眼？是啊，那次为了赶一个关键证据的提交时限，我阑尾炎犯了，我忍痛把材料递交上去，才被小周拖去了医院。手术后第2天，我就拔了针头跑回了村里。可现在他们为了2万块钱要把我毒死在这里，我看着眼前这些脸，心里的温情消失殆尽。另一个实习生和村民推搡起来，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畜生，多少开发商想高薪聘请薇薇姐做法律顾问，她都拒了，就是为了你们这破事。眼看场面就要失控，我抬高了声音，都住手！院子安静下来，我拿出手机，点开银行 app， 对准赵德福的收款码，2万是吧？叮的一声，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我把转账成功的页面亮给赵德福看，钱我付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我转身对我的团队说，收拾东西，我们走。小周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薇薇姐，这钱我们不该给，这是敲诈。我摇了摇头，没有说话，带头向院子外走去，身后传来村民们的欢呼，还有人开始讨论这2万块钱怎么分。我刚走到大门口，赵磊快步追了上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等等，苏薇，账还没算完呢。我转过身看着他，赵磊的脸上换了种笑容，他指了指我，然后又指了指院子里欢呼的村民。苏薇，你看这场官司，我们村每家拿了30万，但你才是最大的赢家吧？我眉头一皱，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周围的村民都听见。你打赢了这么一场全县关注的官司，现在你为民请命的名声打出去了，电视台都来采访你。我问你，这份名气值多少钱？以后会有多少人排着队找你打官司？这案子给你带来的无形资产，怕是几百万都不止吧？他这番话一出，原本还在欢呼的村民们瞬间安静下来，随即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堂叔赵德贵一拍大腿，对啊，我们就是他成名的垫脚石啊，他拿我们当猴耍，自己出名赚大钱去了，这不公平，他的名气是我们给的。赵磊看着众人的反应，转向我，摊开手。所以苏薇，你靠我们村出了名，发了财，难道不应该表示表示吗？这叫洗钱，也叫感谢费，感谢我们全村100多户人配合你演了这么一出好戏，让你一战成名。他伸出3根手指，我们也不多要，30万，就当你给我们全村的感谢红包。你付了这笔钱，今天这事就算了了，不然我们就去电视台，去律师协会，告诉所有人你苏薇是怎么利用乡亲们的信任，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小周气得浑身发抖，你们这是敲诈，无耻！赵磊冷笑一声，话别说那么难听，我们只是拿回我们应得的，他拿了名，我们拿点利，天经地义。村民们再次将我们团团围住。对，给感谢费，不给钱，今天就让你身败名裂。我按住小周，再次举起了手机，30万是吗？院子里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盯着我的手机。赵磊愣住了，薇薇姐，你别……我没有理会，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起来。叮的一声，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响起，我把30万的转账记录亮给赵德福看。现在账算清了吗？清了，清了。薇薇不愧是大律师，就是爽快。我搀着小周，带着我的团队，在村民们的欢呼声中离开了这个地方，回到市里的公寓。小周还在哭，薇薇姐，那是32万啊，你怎么能就这么给他们了？我站在窗边，看着城市的灯火，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陈教授，是我，苏薇。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丫头，事情办完了，看你朋友圈打了个大胜仗啊。我掀开眼皮，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教授，我被人摆了一道，我需要您帮我个忙，他们怎么吃下去的？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加倍吐出来。挂掉电话，我立刻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所有参与赵家村项目的同事，本季度项目奖金翻3倍，今晚到账，大家辛苦了。群里瞬间被谢谢薇薇姐和各种红包表情刷屏。我关掉手机，将自己扔进沙发。半年后，村里的征地补偿款发放流程被卡住了，需要补充一份复杂的土地性质变更历史严格及权益人确认补充说明，并且必须在15天内提交，否则补偿款将被视为主动放弃，全额收归国有。赵德福带着赵磊找到了我的律所，他一进门就满脸堆笑，手里还提着一篮子水果。薇薇啊，你再帮大家跑一趟，把那个什么材料弄一下呗，这事只有你能办。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就拟好的委托合同，推到他面前。赵叔，我现在是金牌律师了，我的咨询费1小时5000，你说的这件事程序复杂，风险极高，代理费30万。我抬起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先签合同，后办事。赵德福脸上的笑容凝固了，他瞪大眼睛，手指着合同，微微颤抖。30万，苏薇，你他妈怎么不去抢？你动动笔杆子的事，张嘴就要30万，你良心被狗吃了。他站起来，抓起合同摔在我脸上，纸张的边缘划过我的脸颊。你忘了当初在全村人面前是怎么说的？你说要帮我们到底，现在你玩这套，全村100多户人
都指着这笔钱，你这是要断我们的活路。跟在他身后的赵磊也立刻帮腔，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苏薇，你别给脸不要脸，当初要不是我们村，你早饿死在外面了，不就是写几个字吗？你至于拿这个架子吗？信不信我到律师协会告你，说你当初骗我们？我抬手拂去脸上的纸屑，嘴角上扬。助理小周端着2杯水从外面走进来，看到这一幕，他把水杯放在桌上，发出砰的一声。当初薇薇姐是承诺免费打官司，可没承诺免费当你们一辈子的奴隶。他弯腰捡起地上的合同，用手抚平上面的褶皱。上次你们堵着我们要走32万感谢费的时候，怎么不谈良心？薇薇姐为了你们的案子累到住院，你们有一个人提着一根香蕉去医院看过吗？我们自己贴钱贴时间，帮你们把官司打赢了，你们转头就恩将仇报，现在又出了事，凭什么觉得我们还会免费帮忙？小周把合同重新放回我面前的桌上，要办就签合同，不办就滚蛋，我们这里很忙，没时间跟你们耗。赵德福的脸色铁青，他指着小周的鼻子：你算个什么东西？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给我滚出去！我放下手中的笔，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他的话就是我的话。我站起身，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撑在桌面上，视线与赵德福平齐。赵叔，你看到了，我的律所每月开销几十万，我不是开善堂的，不可能一直做赔本的买卖。我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几个锦旗，那些都是我打赢的案子，每个案子的代理费都是7位数起。帮你这个案子30万，已经是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了。眼看我态度坚决，赵德福和赵磊交换了一个眼神，突然赵德福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嚎啕大哭：薇薇啊，是叔不对，叔，上次是猪油蒙了心，不该跟你要那笔钱啊，可这次不一样啊，这笔钱要是拿不到，村里好几户人家的房子都要被收回去了。我儿子赵磊的女朋友等着这笔钱当彩礼，不然就要吹了啊！赵磊也立刻红了眼圈，声音带着哭腔：薇薇姐，我爸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你就当可怜可怜他。我们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你就看在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份上，再拉我们一把吧。我掀开眼皮，冷漠地注视着他们。这个程序是我预料到的，我本想看看他们值不值得我多走一步，直到庆功宴那一刻，我有了答案，想让我再免费填坑。做梦，见我无动于衷。赵德福开始用头撞地，发出咚咚的声响。你要是不答应，我今天就死在你这办公室里，让所有人都看看大律师是怎么逼死自己乡亲的。赵磊更是掏出手机，打开了直播，对着镜头哭喊：家人们，快来看看啊，这就是苏薇律师，见死不救，逼着自己的长辈下跪啊！他住着几千万的豪宅，开着几百万的跑车，却不愿意帮我们这些穷亲戚一把，天理何在啊？赵德福见状，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拍着大腿撒泼打滚。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走了，吃喝拉撒都在你这。我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按下了内线。喂，保安部吗？我办公室里有2位先生情绪失控，影响了我们正常办公，请上来处理一下。4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上来了，手里拿着防爆盾牌和约束叉。先生，这里是私人办公区域，未经允许禁止拍摄，请您立刻关闭手机，否则我们将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报警。这位先生，您的行为已经扰乱了我们的办公秩序，请您立刻起来，跟我们出去协商。如果您拒不配合，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赵磊还想争辩，但看到保安手里的约束叉，他心虚地关掉了直播。赵德福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还想说什么，被2个保安一左一右架住了胳膊。你们干什么？放开我！还有没有王法了？把他们带到1楼大厅，通知法务部同事过去，走法律程序。赵德福和赵磊被半拖半拽地带了出去，办公室里终于恢复了安静。薇薇姐，就这么放他们走了？我摇了摇头，端起水杯，急什么？好戏才刚开始。我话音刚落，办公室的门又被推开了，堂叔赵德贵带着10几个村民冲了进来，一个个手里都拿着农具。苏薇，你个黑心烂肺的贱人，你把村长和赵磊怎么了？他们把保安堵在门外，将我团团围住。堂叔赵德贵手里的铁锹就指在我的鼻尖上。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把这事给解决了，老子一锹拍死你！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一命换一命。哈，赶紧把村长放了，不然我们今天就拆了你这破公司，把钱给我们，不然谁也别想好过。他们情绪激动，整个办公室被砸得一片狼藉，文件和电脑散落一地。小周和其他几个女同事吓得躲在墙角，脸色惨白。我放下水杯，拿起手机，按下了110。喂，警察同志，我要报警。我的位置是环球金融中心 B 座34层，我的律师事务所遭到一伙不明人士的打砸，他们手持凶器，我的人身安全正在受到严重威胁。请您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我们立刻出警。听到手机里传出的声音，堂叔赵德贵的脸色变了，他手里的铁锹也开始发抖，其他村民也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我真的敢报警。我抬起眼皮扫视着他们，非法侵入、故意毁坏财物、持械威胁他人人身安全，数罪并罚，你们猜猜能在里面待几年？现在放下东西滚出去，我可以考虑不起诉，否则
等警察来了，你们一个都跑不掉。堂叔赵德贵还想嘴硬，但身后的村民已经开始动摇了。有人悄悄放下了手里的锄头。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了警笛声，由远及近，村民们慌了，在办公室里乱窜。堂叔赵德贵手里的铁锹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冲上来想抢我的手机，被我一脚踹在小腹上，踉跄着退后几步。办公室的门被撞开，一群特警冲了进来。不许动，全部抱头蹲下。村民们吓得抱头蹲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苏律师，您没事吧？我活动了一下脖子，看着满地狼藉和蹲在地上的村民，这一次他们终于为自己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了代价。警察局的调解室里气氛压抑，民警听完双方的陈述，揉了揉太阳穴。人家律师免费帮你们打赢官司，你们非但不感激，还讹诈人家，现在又出了问题，还想让别人免费帮忙，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你们今天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聚众打砸、持械威胁，这是刑事犯罪。要不是苏律师愿意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现在就该直接进看守所。赵德福和堂叔赵德贵都低着头，不敢说话。赵磊却突然抬起头，眼神里满是不服。警察同志，这件事不能全怪我们，是他先不守承诺的。他当初说了要帮我们村，现在却坐地起价。再说了，那钱是他自愿给的，怎么能算讹诈？自愿？你们几十个人把人堵在院子里，拿着手机直播威胁，这也叫自愿？你们那个现场直播的视频，互联网上可是有备份的，要不要我现在就投屏放给你们看看？赵磊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苏律师，我们理解您的处境，您看这件事能不能……我抬手打断了他的话，警察同志，我尊重法律，也愿意配合调解，但是有些底线不能破。我从公文包里拿出2份文件，一份是当初村里给我开的2万块的账单，另一份是我给赵德福转账30万的记录。帮他们是情分，收费是规矩，他们既然先不讲情分，那我们就只能按规矩办事。30万代理费，1分不能少。另外，今天我办公室的所有损失，包括员工的精神损失费，一共50万，你们需要照价赔偿，否则我们法庭上见。苏威，你他妈疯了！你敲诈，我要告你敲诈！我嘴角上扬，看向他，好啊，你去告，我的律师团队随时奉陪。正好，我也准备以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等多项罪名对你们提起诉讼。我每说一个罪名，赵磊的脸色就白1分。我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腿一软，瘫坐在了椅子上。赵德福彻底慌了，他扑过来，想要抓住我的手。微微，别这样，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我后退一步，避开了他的触碰。从你们朝我要那2万块钱的时候起，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我不再理会他们的哭喊和哀求，转身对民警说：警察同志，我的态度很明确，要么赔钱签合同，要么法庭见，我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调解室。小周在外面等着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微微姐，查到了，赵磊根本不是什么正经大学生，他上的就是个3本的民办学院，去年因为考试作弊，已经被学校开除了。我接过文件，看着上面赵磊的照片，冷笑一声。第二天，赵德福和堂叔赵德贵带着几个村里的长辈再次来到了我的律所。这次他们没有闹，而是客客气气地等在前台。我让小周把他们带进了会议室。赵德福从一个布包里拿出一沓现金，有新有旧，捆得整整齐齐。微微，这是30万，你点点，这里面是50万，是赔给你公司的损失费，密码是你生日。我没有去碰那些钱，合同呢？赵德福连忙把一份签好字的委托合同递了过来。我拿过合同，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才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好了，从现在开始，我是你们的代理律师，你们可以回去了。15天内，我会把事情解决。赵德福还想说什么，被我一个眼神制止了。记住，在案子结束前，不要再来打扰我。我立刻让团队联系了土地管理部门和法院，调取了所有相关的历史档案和卷宗。开发商的法务团队在最初的土地征用协议里设置了一个极其隐蔽的法律陷阱，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必须找到一份20年前的由县级以上政府盖章的土地规划红头文件作为证据支撑，但年代久远，加上机构几经变革，这份文件早已不知所踪。我团队里的几个律师熬了3天3夜，几乎把市档案馆翻了个底朝天，还是一无所获。时间只剩下最后10天。微微姐，怎么办？市里省里的档案库都查过了，根本没有这份文件，再找不到，这个案子就真的回天乏术了。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那张已经泛黄的旧地图，陷入了沉思。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隔壁村的孙书记。苏律师，我是老孙啊，我听说你正在找一份20年前的土地规划文件。我心里一动，孙书记，你有线索？哈哈哈，文件我这有复印件，这样文件我可以先给你，不收你钱。我愣住了，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我们村也有一片地要开发，情况比赵家村还复杂。你这次要是真能把赵家村那群无赖收拾得服服帖帖，把这案子办得漂漂亮亮，那我们村的项目
就全权委托给你，代理费市场价，1分不少。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对我的一次考验。好，孙书记，一言为定，我现在就过去拿文件。挂了电话，我立刻带着小周赶往隔壁村。孙书记是个爽快人，看到我之后，二话不说就从地窖里捧出了一个用油布包得严严实实的铁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正是那份我梦寐以求的红头文件。虽然只是复印件，但上面的红章和字迹依然清晰可见。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文件收好。和孙书记签完合同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律所。我带领团队连夜撰写了长达50多页的补充说明材料，并附上了所有相关的证据链。在提交时限的最后一天，我亲自将文件递交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1周后，好消息传来，法院采纳了我们提交的补充说明，裁定开发商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将全部补偿款发放到村民的账户上。赵家村的村民们终于拿到了他们应得的钱。赵德福和赵磊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律政先锋，为民请命。他们坚持要请我吃饭，被我婉言谢绝了。我只是把一张新的账单递给了赵德福，这是本次案件的加急处理费、调查取证费以及团队的加班费，一共20万，请在今天下班前结清。赵德福和赵磊的脸瞬间沉了下来。20万，苏薇，你又来，合同里只写了30万的代理费，可没说还有这20万的加班费，你这是欺诈。我从公文包里拿出我们签的那份合同，翻到最后一页的附加条款，用手指着其中一行小字，合同第7条第3款，如遇紧急或复杂情况，需要启动特殊调查程序或团队大规模加班，甲方需额外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具体金额由乙方根据实际开销核算。白纸黑字，赵先生，你看清楚了吗？赵磊的脸憋得通红，他抢过合同，死死地盯着那行字。赵德福在一旁搓着手，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微微，你看，这都是误会，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复杂，这20万能不能再商量商量？我收回合同，叠好，放回公文包。没得商量，我的团队为了你们的案子，半个月没回家，吃住都在公司。有个律师的孩子发高烧，他都只能在视频里看一眼。这20万是他们应得的。我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4点，距离下班还有1个小时。如果5点前我没有收到转账，我的律师函会在5点01分准时发出。到时候我们要谈的就不是20万了。说完，我不再看他们，转身对小周说：纵客。赵德福和赵磊被请出了办公室，我站在百叶窗后，看着他们在大厅里争吵。赵磊气得直跳脚，赵德福则是不停地打电话。4点50分，我的手机收到了银行的到账提醒，20万，1分不少。我嘴角的弧度越发冰冷，我拿起手机给小周发了条信息。第二天一大早，赵德福和赵磊正在村委会里对着刚刚到账的补偿款眉开眼笑。突然，几辆法院的警车直接开到了村委会大院门口。2个穿着制服的法警走了进来，面无表情地喊道：谁是赵德福，谁是赵磊？赵磊一愣，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法警走到他们面前，递上一份文件，这是法院的传票。赵磊一把抢过文件，看到上面的内容，浑身发抖。敲诈勒索，他凭什么告我们？那32万是他自愿给的。有什么话留着跟法官说吧。与此同时，另一队法警直接进入了赵家村，找到了正在家里喝酒的堂叔赵德贵，同样送上了传票。消息像瘟疫一样在赵家村炸开，村民们虽然暂时没被波及，但得知村长赵磊和赵德贵被大律师告上法庭，一个个吓得六神无主。那30万的补偿款还没正式下发，所有人都怕夜长梦多，村民们疯了一样冲到村委会，将还没被带走的赵德福和赵磊围在中间。怎么回事？你们怎么被告了？要是补偿款因为你们拿不到了，我们跟你们没完。怕什么？是他自愿给的钱，我们没偷没抢，他告不赢。一个年长的村民冲上来，一把揪住赵德福的衣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还得赶紧去找微微，去求他撤诉啊，不然我们全村都跟你拼了。当天下午，赵德福、赵磊、赵德贵3家人在全村人的怒视和逼迫下，黑压压一大片跪在了我律所的楼下。他们哭天抢地，扇自己耳光，磕头磕得鲜血直流。微微啊，我们错了，我们是畜生，求你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吧。我们把钱退给你，双倍退给你，行不行？我站在34楼的落地窗前，端着一杯咖啡，冷漠地俯视着楼下如同蝼蚁般的身影。小周站在我身后，轻声说：微微姐，他们家人打电话过来，说愿意出100万私了。我抿了一口咖啡，淡淡地说：晚了。通知媒体，把我当初在庆功宴上录的那段音发过去，标题就叫我为相亲保住3000万，相亲却逼我付32万感谢费，让他们好好出名。法庭上，我亲自坐在了原告席，被告席上，赵德福、赵磊、赵德贵3人面如死灰。我的律师团队提交了3样证据：第一，庆功宴当晚，赵磊等人威逼我支付32万感谢费的全程录音；第二，我向赵德福账户转账32万的银行记录；第三，赵磊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让大律师乖乖掏钱的聊天截图。赵磊的辩护律师试图以民间赠与为由进行辩护，但被我方律师几句话就驳得哑口无言。请问被告有强行索要并以损害名誉为要挟的赠与吗？请问被告有强行索要并以损害名誉为要挟的赠与吗？最终，法官敲下法锤。经审理，被告赵德福、赵磊、
赵德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胁迫手段强行索要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主犯赵磊有期徒刑4年，赵德福3年，赵德贵3年6个月，其敲诈勒索所得32万元，全额退还，并处罚金共计100万元。听到判决，赵磊扑通一声瘫倒在地，发出一声哀嚎。赵德福更是直接昏死过去。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在法警的护送下，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看他们一眼，也没有说一个字，走出法院大门。阳光正好，我的手机响了，是隔壁村的孙书记。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兴奋：苏律师，官司打得漂亮，赵家村那几个刺头被你治得服服帖帖，我们全村都看见了。你这个朋友，我们交定了，我们村的项目就按说好的，全权委托给你。代理费嘛，我们商量了一下，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加20万，就当是给苏律师的见面礼。好啊，孙书记，合同发我邮箱，我明天就过去。挂了电话，我深吸一口气，